特朗普为什么力挺稳定币？事出反常必有妖，这背后藏着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美元虚名计划。特朗普打关税战看起来是为了美国制造，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财政焦虑，因为美债的压力很大。国内的税又很难加的，只能从全球进口商和出口商那里捞钱。但是显然特朗普暂时在中国出口当中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连面子都丢了。但是面子重要吗？不重要，钱才重要。假如把美国比喻成一家公司，特朗普就是这家公司的 CEO。现在这家公司缺钱，很缺钱，不然政府机器都没有办法运转了，那该怎么办呢？借钱，就是发美债。对于借款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以最低的利息借到更多的钱。美国发债需要的是买家才能够借钱成功啊，而且需要很多买家才能够借到更低利息的钱。什么意思呢？美国政府要花钱，必须发行国债。以前美债它是刚需啊，全球央行都是抢着买的。现在大家在抛售美债，去美元化正是在进行当中。如果没有人买美债，结果就只能提高利率才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买，那么美国政府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了。这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了呀！如果美债卖不出去，那政府资金就断流了，财政就要遇到危机了呀。所以美国财政部是极度依赖新的资金入口的，要去买他的债。没有人买债，总不能开着航母到人家家门口去吆喝，快来买我的美债呀！那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段小特朗普的采访，就是特朗普与第一任妻子的长子。他说：“我认为稳定币实际上会成为美元在全球霸权地位的拯救者，而非破坏者。”他提到了像泰达这样子的企业是美国国债的全球最大支持者之一。这句话信息含量很大。我拿最大的稳定币 USDT 来举个例子，它是一种与美元1:1挂钩的稳定币，也叫泰达币。让朋友找了泰达公司2025年 Q1 的报告，其中显示泰达持有的美国国债价值接近1200亿美元，确认季度营业利润超过10亿美元。该怎么理解这个行为呢？首先，泰达是一家公司，一个公司想要创业成功，首先得满足市场的需求。有一些痛点是存在很久了。第一是银行系统比较低效，比如跨境转账是有点慢的，而且手续费高，中间银行和汇率转换环节会产生高额的费用啊。第二是有些桌子底下的交易，比如黑市、灰市、地下金融等等，传统金融无法给他们提供服务，他们每次都要领个皮箱去交易，也很烦的。第三是通货膨胀，比如南美的一些国家，老百姓都是有数字钱包的。2023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超过了140%，所以阿根廷的稳定币交易量占加密货币总交易量的61.8%。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44.7%。那他们怎么交易呢？比如你去店里要买包烟，店主就给你一串地址，你往里边打就行了。操作上跟我们的支付宝付款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区别是人家是点对点的，不经过中间商，支持全球范围内7×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所以你看，2020年全球稳定币市值仅是200亿美元，而到2025年5年就飙升至了2500亿美元，5年之间实现了惊人的11倍的增长。好了，那么问题来了，你从1万美元换来了1万个 USDT， 泰达公司就收到了这1万美元，但是它不是拿去挥霍的，而是必须1:1的存起来，以备你随时的提现。那这个钱放在哪里呢？银行的利息太低了怎么办？泰达就会把这些钱投到收益稳定、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资产上，比如美国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这样一来，泰达就成了一个低风险的准货币基金的运营商了。他不拿利息，他靠的是这笔托管资产赚取的年化利差呀，比如是2%到4%好了，这就是泰达的盈利模式。每一笔 USDT 的背后都是一张美债的利息。根据泰达 Q1 的报告整理了资产构成的图表，你瞧，大部分蓝色就是买美债的，占比大概是66%。
特朗普团队就发现了这棵救命稻草啊，因为放眼望去，也没有比稳定币更能够安静而高效地帮助美国政府来度过财政危机了。所以美国国会正在推进2项重要的稳定币监管法案：天才法案和 Stable 法案。好了，我们回到小特朗普说的稳定币是美元霸权的稳定者，什么意思呢？这是美元体系的底层闭环逻辑。现在我们知道稳定币是可以为美债而服务的，而美债是美元霸权的地基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元能够成为全球的货币，不是因为它印得多，而是因为它能印出来，然后被买走。而美债就是这个买走机制的核心啊。光靠美联储印美元，并不会让美元成为全球通用的货币。美元之所以能够流通在全球，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蓄水池。美国国债市场，全世界的人就把美元化成了美债，再反过来为美元去赋能。就比如说，日本买美债，中国买美债，欧洲买美债，主权基金、央行、养老基金、金融机构都在买美债。这些人不是慈善家，他们买美债是因为美债在全世界流动性最强、信用最高、交易最广的资产。当全球都用美元去买美债这条路径来配置资产的时候，美元就成为了国际贸易储备交易的定海神针了。什么意思呢？美国政府长期赤字，财政支出远远超过了收入，靠什么活呢？靠发债呀！谁来买债就等于借钱给美国政府嘛。但是不要忘了，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用自己印的货币来还债的国家，这使得所以理论上来说，借钱几乎是没有上限的，而且风险是可以让全球来承担的。要是美联储乖乖听美国总统的，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这就是一个看似荒谬，但是实际存在的闭环啊！全球想要赚美元，赚了钱然后去买美债，然后帮美国政府融资，又让美元更加强大，再继续大家来赚美元，这样子一个循环啊！所有的国家货币都是要靠出口商品来换外汇的，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靠的是卖债就能让别人用美元啊！只要美债继续有需求，美国才能继续玩这个游戏。在这个节骨眼上，稳定币这样子的新资金入口，等于让民间的各种灰色、黑色的产业链也加入到买美债的大军了嘛。从货币史的角度来看，稳定币看似是颠覆的，我们在上一篇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它突然爆火，是为了给美债续命。好了，关于数字货币，我准备了一些学习资料放在小狮子的书房，后面我们也会继续来讲的。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剩下的留给你们在评论区里补充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再见。